据日经亚洲报道，中国对苹果公司实施了反制措施，下令政府机关人员不得在工作中使用苹果手机，也不能带入办公地点。在发酵2天之后，中方实施了进一步反制措施，将禁用范围扩大至苹果手表和无线耳机。日媒称，在中美竞争白热化背景下，中国高层级部门早已禁用外国品牌及相关电子产品。从今年8月份开始，这项针对外国品牌的禁令已经扩散到地方、省市层级政府机构和国企。从10月1日起，所有涉及商业机密的部门都不得使用外国品牌产品。从明年3月1日起，这项禁令将适用于所有国企员工。报道称，中国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开始编纂推荐业者与产品清单，将政府机构的个人电脑和资讯设备采购范围缩小至中国本土企业。政府官员所使用的电脑都换成了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。目前，这股风向吹向了智能手机。日媒引述中国政府职员的表述，称目前很多政府职员都有2个手机，私下可以使用苹果手机，但是工作的时候不会用。根据最新消息，除了使用最为广泛的苹果手机，苹果手表和无线耳机也将被纳入禁用范围之内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1年，中国各级官员和国营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员工共计约5633万人。一旦掀起苹果禁用潮，这种扩散性是很难控制的。即便苹果手机在中国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，但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上，中国人民总能爆发出强大的凝聚力。中国是苹果公司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，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在内的大中华地区占到苹果全球收入的20%。而且苹果在中国还有大量组装生产线，一旦中国市场开始排斥苹果产品，对于苹果的销售收入而言，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冲击。虽然中方还没有官方文件下达，但市场已经提前做出了反应。2天之内，苹果公司的股票累计下跌超过6%，市值蒸发1900亿美元，换算成人民币约为14000亿元。而苹果公司的供应商们也同样受到影响，高通的股价下跌7.22%，美光和思佳讯等企业的股价也不同程度下跌。来自中国的突然反制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，但美国应该早该料到2010年开始，中国开始大力扶持国内产业。美国为了打压遏制中国高新科技发展，先后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实施多项禁令，中国企业华为也被美国拉入了黑名单，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，不再使用华为公司的产品。之后，美国政府还发布禁令，不允许联邦机构公务设备使用 TikTok。如果美国媒体和日本媒体的报道属实，证明中国只不过是按照美国的方式将拳头挥了回去。希望美方不要大惊小怪，半导体产业链环环相扣。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尖端半导体，只会让中国研发出替代产品。日前，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诺伊夫表示，美国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半导体行业生态，半导体行业需要中国。如果美国想要扭转整个供应链，成本将高得可怕，创新能力也会下降。这完全说明了美国制裁的可笑。